乌克兰战火不断，在如今战事焦灼之际，丹麦向乌克兰提供 F-16AM 战机和俄罗斯组建坦克猎手，狙击西方援乌坦克。这两则消息的爆出，或许会影响到俄乌战争最终结果的走向。乌克兰心心念念的 F-16战机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先是丹麦表示，他们在不久后会有多余的 F-16AM 战机。再是乌克兰防长雷兹尼科夫公开表示，欢迎外籍 F-16战斗机飞行员加入乌克兰空军国际军团。基本可以认定，乌克兰很可能已经与丹麦达成某种协议，丹麦或许即将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F-16战机的型号种类繁多，西欧国家所拥有的大多都是经过升级的版本。虽然不如最新型的 F-16CD Block 7072，但也能使用包括 AIM-120 空导弹和绝大多数北约制式的精确制导武器，其空战和对地对海攻击能力远超乌克兰空军现有的苏27和米格29战斗机。而此次丹麦有意向乌克兰提供的 F-16AM， 指的便是从2004年起，美国为欧洲5国所准备的第10、15批次 F-16的升级版。主要改进了原有的航空电子设备、电子战系统和敌我识别系统，其性能差不多等同于 F-16C。若是再配合上 AIM-9， 其近距离空战水平绝非俄制战机能比的。可能大家会疑惑，乌克兰请求援助 F-16已经不是1天2天了，之前请求的200架都被美国直接拒绝，丹麦怎么突然就选择支援了呢？其实，打算援乌的这批 F-16AM 或许对于乌克兰而言价值很高，但是对丹麦皇家空军而言就并非如此了。最主要原因是丹麦在不久后会换装 F-35A， 所以才有 F-16AM 剩余。而且这批 F-16AM 属于 MLU 寿命中期性能提升型，具备了超视距打击能力，但相对要换装的 F-35A 还是存在不小差距。因此，将其装让给乌克兰，自己还能回笼一批资金，丹麦肯定愿意接受的。目前，丹麦代理国防部长保罗森正在乌克兰访问，他表示正在与北约各国讨论供应乌克兰 F-16战机的手续，但讨论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由此可见，乌克兰在未来绝对可以拥有 F-16战机。面对乌克兰的战机请求，其实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都有在认真考虑。F-16可能性最大，所以才被经常提及。其他像法国的幻影2000或是芬兰 F-18等战机都是预定的后选择。不过在真正要做出援助时，他们好像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如荷兰，今年1月，荷兰政府就曾表示可以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F-16， 结果没2天，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又撤回了这一想法。为什么会如此呢？大家想想 F-16是谁的就明白了。尽管美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其盟国向乌克兰提供 F-16， 但却以培训周期较长等理由拒绝。截止到目前，好像除了丹麦有比较明显的迹象外，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明确正式表明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美国为什么要拒绝援助 F-16呢？首先，美国的说法是担心提升乌克兰战争的烈度，但火力军觉得美国更担心航空技术外流，因为按照美国的评估，俄罗斯的航电技术与美国之间差不多有30年的技术差距，万一被俄军缴获了一架，对美国而言就牺牲有些大了。其次，美国当初之所以回绝乌克兰索要200架 F-16的请求，是因为这数量实在太多了。乌克兰空军在开战早期就遭受到了重创，虽然有少量部队抵抗到现在，但却只具备最基础的维护条件。而200架 F-16 4代机所需要的飞行员、后勤、机场设施等条件是非常恐怖的，远远超出了乌空军的承受能力。按照现在乌空军发展的实力来看，他们顶多能保障24到36架 F-16 的正常使用。好在现在有雷兹尼科夫的公开表态，让火力军知道乌克兰已经有了解决 F-16 战机飞行员不足的方法。哪怕迄今为止，美国仍然保持回绝的态度，而往后的乌空军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只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乌克兰就通过国际军团的方式，从全球招募到足够的 F-16 飞行员和相关后勤人员，重建一支实力更强大的乌克兰空军。那么重建后的乌克兰 F-16能对抗得了俄军的苏35吗？
F-16刚才已经说了，而苏35则是俄军一款重型战斗机，具备十分出色的机动性和火力控制，单其限制过载这一项，就与其他同级战机拉开了距离。我们知道，一般战机在速度低时是允许大过载机动的，但是在接近音速、超音速以及满载满油的情况下，则不被允许。F-16想要和它分高下决生死，我们还要从技术参数、性能、实战等多方面因素去，它们都可以搭载多款武器系统，执行多种复杂高难度的任务。但硬要说差距，其实还是苏35更好一点，因为它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当然，若是论及实战，肯定还是 F-16更强一些。毕竟在过去的冲突中， F-16已经证明了它的性能和可靠性。如在海湾战争中， F-16的多次出击，多次击落伊拉克战机和击毁地面目标，在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无论是技术参数还是实战经验，这些远远不够。他们的战斗的胜败还要取决于作战策略、情报、维护保养等多种因素。比如，要是情报给力，就能在对方还没起飞时将其炸毁，将威胁扼杀在摇篮。这方面，乌克兰明显占优。又或者如后勤维护，从技术上讲 F-16是可以对抗苏35的，但是 F-16的价格和后期维护不知道乌克兰能不能负担得起。若是可以，乌克兰便可以更好地融入到北约体系，比如与波罗的海3国一起组建联合防御体系，共同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总的来说，乌克兰拥有 F-16后，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对抗俄军苏35战机的。当然，更具体的情况还要结合实际作战表现、作战策略、情报等多种因素。最近有消息称，俄罗斯为了对抗乌军从西方搞来的坦克等现代化装甲部队，正在秘密组建和训练坦克猎手部队，说是可以针对所有西方坦克的优势和弱点实施打击。这部队真的这么神？这事儿还得从开战时说起。当初俄军虽然气势荡荡地向乌克兰挺进，但在中途就遭遇到了乌军部队灵活的打击，标枪肩上一扛，瞄准就是一发，再加上长距离的行进，俄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导致我们能在很多郊外看到挺尸的俄军坦克。关键俄军还抓不到人，而现在情况又反过来了，俄军坦克处处受阻，又有西方如英国挑战者2、德国豹2等主战坦克的陆续到场，乌军反攻持续酝酿力量，俄军开始胆颤了，于是便想像乌军对付俄军坦克一样，打算组建坦克猎手部队，采取灵活打击的方式来应对这些西方坦克。那到底能不能起作用的呢？乌军的打击武器是西方提供的先进反坦克武器，而俄军坦克猎手部队的武器，据报道称，打击近距离装甲目标，俄军士兵会用巴松管、竞赛 M 和短号反坦克武器，而在远距离上，则使用菊花 S 自行反坦克系统实施打击。1962年，图拉仪表设计局开始了第2代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开发，其最终成果便是 9K111 巴松管与 9K1111 竞赛2兄弟，所使用的导弹是 9M111 和 9M113，前者在北约为 AT4， 后者为 AT5， 对他们的感觉，火力军觉得有些太老了。而短号则是俄罗斯自行研制的轻型第3代反坦克导弹，同样来自图拉仪器设计局。该说不说，俄军现役的绝大多数反坦克导弹好像都来自这里。短号反坦克导弹比巴松管和竞赛年轻多了，1994年才首次亮相，现在也是有好几种发射装置的导弹，非常适合现代战争作战。该导弹采用压式气动布局，长 1.2 米，重29公斤，最小射程100米，最大射程5500米。夜间最大射程3500米，导弹飞行速度240米每秒，可以选择燃料空气战斗部和串联破甲战斗部，进行反人员和反装甲任务。俄军之所以要选择它对付西方坦克，是因为在2016年时，伊拉克政府军的一辆美制 M1A1 主战坦克就被这款短号反坦克导弹精准命中了坦克后部的弹药舱，引起了坦克殉爆。虽说伊拉克的 M1A1 肯定与美军存在极大的差距，但俄军想，我又不打美国，乌克兰总不能拥有一样配置的 M1A1 吧。
打击远程装甲目标的菊花 S 反坦克系统，它仅在俄陆军服役，被认为是俄罗斯所有陆上反坦克导弹系统中最强的存在。从性能上看，该导弹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射程远，超过了一般反坦克导弹10公里的限制，能达到12公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配备上超音速导弹的反坦克武器，是上打飞机下打坦克，性能十分出众，甚至你拿它打一些小型水面舰艇都是可以的。其采用 9M123 系列反坦克导弹，全长2米，弹径150毫米，采用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平均飞行速度为 1.2 马赫，而串联破甲战斗部是它被称为坦克杀手的底气，可以击穿1001到125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打击一些北约装甲车辆还是蛮容易的。但是有人说，目前俄军一共才有50辆菊花 S，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数量少得可怜，主要原因还在于成本过高。菊花 S 在研制之初，俄军就寄希望于让它取代苏联时代的风暴5导弹歼击车，一直把它定义为高端装备。2016年更是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各种新式设备都往上面套，想让它成为俄军未来敌人装甲车辆的噩梦。结果就是好东西给的太多了，俄军直接造不起了。总的来说，还是北约援乌的坦克装备数量比较占优势，所以俄军指望他们去打西方坦克还差点意思。目前俄罗斯已经招募了700余名好手，而且这些坦克猎手，据俄罗斯某军事训练中心负责人叶夫根尼·阿里夫林介绍，他们都是由经验丰富的教官负责培训，每一个教官都参加过俄罗斯最近几十年的所有冲突，包括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而且俄罗斯军方还特意研究了包括美国 M1、德国豹式、英国挑战者和法国勒克莱尔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西方坦克，是要找出其所有的缺点，让猎手们进行针对性训练。除去这些坦克猎手外，俄罗斯还交付了很多战地机器人。有俄媒此前报道称，部分马克机器人已经部署到了乌东地区，他们将会识别出西方国家产生的主战坦克，进而发动针对性袭击。俄军能如此信誓旦旦地组建新部队搞训练，肯定和之前乌军机密文件泄露有关。但是俄军想要这些击败乌军，恐怕不是在做梦，因为最了解此战术的还是乌军，而且乌军在更早的顿巴斯地区冲突中还曾反伏击了一批俄罗斯雇佣兵，缴获了不少刚才说的反坦克装备，所以俄军这种东施效颦的做法，作用很可能达不到俄军所期望的效果。大家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好了，关于丹麦有意给 F-16，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